好，今天我们来试着做另外一段经文。那今天这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的6章10到17节，总共8节经文。那上次已经讲过，就是你挑选经文的时候，大概就是10节左右。那8节我想是一个蛮适合的长度。那今天用的经文的版本是一样 NASB。那这8节经文找到以后，你就把它复制，然后打开你的 Word 档。好，然后贴上。然后我讲过，这个可以稍微先把它调整一下它的行距。好，然后第一个步骤一样，就是先做个断句的动作。你把句点地方先找出来。句点的地方14、16、17。好，那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做经文的分析。那首先你看到这边第一个字是 finally， 这个 ly 结尾通常都是英文就是所谓的副词。那下一个就是 be strong，be strong 这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它隐含的就是一个要求，就是 you be strong， 你要刚强，所以这个主词其实是隐含的。中文就要讲你要刚强，你当刚强。这个你单数复数呢，应该是一个复数，可以去看一下。这是 second person plural， 是一个复数的主词。You all be strong， 那怎么样 b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in the strength of his might。好，这个 in 我们上次讲过，这 prepositional phrase 通常都是修饰动词，然后我们刚刚讲这副词也是修饰动词，所以这个句子的主句就是你当刚强。那靠着什么刚强 ？In the Lord， 还有 in the strength of his might。那这 in 其实都是表方法 ，OK， 像 means 或者是manner， 如何刚强壮胆。所以这个都是方法。我们是在主以后靠着主刚强。当然它也有可能表范围啦，在主里。你可以再做解释。什么叫在主里？是不是意味着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的扶持，以及你可以刚强壮？这当然这都是你可以做进一步的 interpretation。好，然后就是靠着主，靠着他的，我上次讲过这个 his， 你碰到这种人称代名词，你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 his 到底指的是谁 ？Lord 还是 Jesus， 或是 God？当然最有可能就是 Lord 啦，就是前面的这个字就是 You b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in the strength of his might。那这个其实都是
一种递进增强，靠着主，靠着他的大能大力。那这是这段经文的第一句话，其实就标出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就是你要刚强，怎么刚强？靠着主，靠着他的大能大力。然后后面就用一个隐喻来阐述这件事，来展开，来进一步的描述。所以这句话是整段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整段的 main thesis， 就是主题句。然后后面是一个expand 或展开的一个过程，去做进一步的解释explicate去做进一步的 interpretation 或是进一步的阐述。然后那下一句put on， 这也是一个命令句，这是动词。You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那you， 所以你有主词、动词、受词。注意好这个 you 是复数哈。我觉得这不是在对着单一一个人讲，是对着整个教会在讲。You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目的是什么 ？So that， 就是我们穿戴全副军装，不是为了只是好玩啊，或者是比较帅或什么的，所以它是有个目的的。那目的是什么 ？So that you will be able， 这是一个动词 ，you will be able， 然后透过不定词做补语 ，you will be able to stand firm， 然后这个像这个补语，你要把它看作是整个是一个动词也 OK， 我也可以接受。那我这边就把它维持做一个不定词，主要动词是 will be able to stand firm。刚刚讲，你标出这个逻辑连接词之后，你要把它连到一个动词 ，put on。You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目的是什么？这表目的。目的是 you will be able to stand firm， 然后 stand firm， 你这样是 stand firm 是 stand firm against， 在修饰这个动词，你的 stand firm 是怎么样一种 stand firm？ 是 stand firm against the schemes of the devil， 所以这是表达你所针对的对象，你这个敌对的对象是谁？如何的 stand firm 来表达那个状态是敌对这些恶势力的一种 stand firm， 所以这是表达一种状态。好，然后所以你可以把整个当做一个动词 OK 吗？这是修饰怎么样如何的一种 able to stand firm。Stand firm 是 against schemes of the devil。好，下一句 for， 是一个也是一个复数逻辑的连接词，复数连接词。这时候也是一样，你要把一条线拉出来，那到底是要拉到这里还是拉到这里？你要穿戴神的全部军装，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挣扎或者我们征战不是与血肉征战，或者是说你要穿戴神全部军装，目的是你可以站立得稳，你可以站立得稳，因为我们的征战不是与血肉的。OK， 这个因为在表达什么？是在支持这个吗？还是在支持这个？比较有可能是这个，就是你要穿戴神的军装，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征战不是与血肉征战。OK， 你不是
你是与强大的属灵的恶魔的势力在征战，所以你必须要穿戴神的全部军装。那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解释，所以就把它点到 put on， 然后说明为什么你应该这样做。OK， 那 is 是动词 ，not against flesh and blood, but against the rulers, against the powers, against the world of this darkness, against the forces of wickedness in the heavenly places. OK， 这边你很明显看到这是一个连续的平行句哈都是 against， 都是 prepositional phrase， 然后它先做一个负面的表述，我们不是与血肉征战，而是什么 ？OK， 所以这是一个有一个 but， 当然就是一个对比啦。OK， 所以这是对比正负面的表述。那前面是一个负面的表述，我们不是与血肉征战，正面的表示是我们到底是跟谁征战，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是这些 rulers, powers, world forces of this darkness, spiritual forces of wickedness。所以这有 world and spiritual， 这也有某种程度的一种对比。好，那这个 in heavenly places 到底怎么解释？这个也是需要去思考一下哈。稍等一下。抱歉，这个操作上不是很，奇怪。OK， 先不管它。好，然后这个 in heaven places prepositional phrase，OK， 一般来说，上次有讲过 prepositional phrase 一般来说是修饰动词，但是它也有可能修饰名词。The spiritual forces of wickedness， 这些是 wickedness， of wickedness。那这个 of 是什么样一种 of？ 是一种是在修饰 spiritual forces， 这些 spiritual forces 是一种邪恶的 spiritual forces。那这个 spiritual forces 在哪里？是 those that are in heavenly places。当然，你可以会不会有可能说our struggle is in the heavenly places？ 当然 ，grammatically 是可能。OK，our struggle is not against the blood, but in the heavenly places， 就是我们的征战是在属灵的范围里面，在天堂的范围或是天上的范围里面的一种征战。Grammatically 是可能的 ，OK， 但是这边在语义上比较不可能。这个 in heavenly places 比较有可能是在修饰一个名词 ，against the spiritual forces that are in the heavenly places， 也就是说它是进一步表述这些属灵的 forces 是在哪里 ？That are in the heavenly places， 这是比较有可能的。好，所以这个是 preposition phrase， 你可以做什么处理？你也可以把它连接到动词下面，可以修饰动词，或者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把这个片语当做是句子的受词，也 OK。那our struggle is 就是 our struggle exists， 那是怎么样一个存有状态？我们的征战的存有状态不是针对血肉，而是针对这些执政掌权等等。那所以这个 preposition phrase
你可以把它当受词，也可以把它当做修饰词形容进一步修饰动词都 OK。那 therefore OK 因此，这因此要连到哪里？这个 therefore 当然有一些可能性了。第一个是你是连到 is OK， 或者是你连到 put on。那不太可能是连到这个，因为这个中间这一句已经是拉到上面去了，不太可能下一句又是回到是它的上一级，所以比较有可能要么就是这个，要么就是这个。Okay. 那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therefore take up the full armor of God， 这有点它tautology有点不是很合理哈，比较有可能就是连到 is， 所以 our struggle is not against flesh and blood， 因此再一次回来哈，他说一开始叫你 put on full armor of God， 为什么？因为 our struggle is not against blood and flesh， 然后因为我们 struggle is not blood， therefore take up the full armor of God， 又回过头来哈，这个又是一个 put on take up the full armor of God， you 一样哈，都是主词都是中文就比较有把这主词点出来哈，就是你们要当穿戴神的全副军装 ，so that 一样 ，you'll be able to resist the evil day and have everything to stand firm。好，这个句子几乎跟上面这一句是完全是配对的哈，所以你几乎你如果要让它比较明显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做个框起来的动作。等一下哈，这个 OK， 好，然后可以看到这两个句子结构上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命令穿戴整个全副军装，然后目的是什么？ Okay. 有点像是前后做一个框架 ，so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resist the devil, the schemes of the devil。那这边是讲到的 evil day。点不进去 ，evil day， 这有点重复性的。然后他说，you'll be able to resist in the evil day and having done everything you will be able to stand。 OK， 这个保罗有把主要动词省略好，那你可以把它补上去。造成就是你穿戴神的军装这样有两个目的 ，so that。so that 是表目的哈 ，therefore 是表因为所以表结果，因此
因为我们的征战不是血肉，所以你要穿戴神的军装哈，因为你征战的对象是属灵气的这些邪恶力量，所以你必须依靠上帝。那目的是叫我们能够抵御哈，然后在这个邪恶的日子，然后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在我们做了所有一切事情之后，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这个大概是一个 temporal， 就是一个表时间。在我们做了一切所有事情之后，也就是说 after having done everything。你如果要让它比较清楚一点，你可以加一个词啊。当然，它也有可能表方法。By having done everything, you will be able。这个就看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分词片语。分词片语修饰动词，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所以这两句话大概就是刚刚讲，它形成类似一个框架结构。我们要穿戴神的军装军装，目的是站立得稳。为什么？因为血肉征战。那因为与血肉征战，不是与血肉征战，所以穿戴神的军装，目的是你可以抵御，你可以站立得稳。好，所以这些都是同义反复。那同义反复就是为了增强，为了强调。好，所以这是上面的表述。OK， 然后接下来保罗就抓最后的结论 ，therefore， 所以因此，上面是一个比较，你可以说，也许是一个比较客观性的阐述，然后接下来也不能这样说哈，因为他说 you take up，you put on， 那但是他这边有做这个解释啊，就是你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就抓结论 ，therefore stand firm， 动词哈，一样哈，就是 you are to stand firm， you stand firm，stand firm， 然后都是。因为前面讲就是你要这样做，穿戴神的军装，以至于你的目的是你要能够站立得稳。Okay. 那这边就讲了说你要站立得稳，因此你应该怎么做？你要站立得稳，你就必须要穿戴神的军装，如此你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站立得稳。那你要站立得稳，你应当站立得稳。那后面就是一连串的分词。它有大小写哈，它大写的意思是说这边是引用一些旧约的经文。好，这个是 having girded yourself with loins, your loins with truth. Having girded, okay, 这个是分词片语，那是在修饰动词，所以我把它摆在动词的，因为出现在它之后，所以我把它摆在动词的右下方。Stand firm.
当然这个你可以看到它是过去式哈，过去式的分词。那它有几种可能，它有可能表时间，就是表 after having girded your loins， 或者是它可以表方法哈 by having girded your， 或是也有可能表原因哈，就是说 because you having girded your loins you stand firm， 都有可能。这边比较有可能的是方法，对，就是表方法。你如果要让它比较清楚的话，你可以加一个by， 就是分词有各种，在语义上它有各种不同的表达不同可能性。那在这边比较可能就是你要站立得稳，那透过什么方法 ？By having girded your loins， 那这个grid 是怎么样 grid 用什么方式 with truth having put on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having shod your feet with， 这也是 with 都是一种prepositional phrase， 都是在修饰这个分词。我们说 preposition phrase 都是修饰动词，那分词也是一种它也表达某种动作，所以在这边它是修饰这些分词，对的，是 shed。然后 in addition to all， 这也是一个副词在修饰这个分词。然后 taking up the shield of faith with which 带出来一个子句一个句子 You will be able to extinguish all the flames of error。 透过什么？透过 with which， 这 which 词为这个 shield of faith， 透过借着这个 shield of faith， 你 will be able to extinguish。那这表方法。这些分词都是表方法嘛 ？OK，having put on having taking up， 然后这边附带一个说明，你是透过这个 shield of faith， 你能够消除这些火箭 ，flaming arrows， 这是谁的火箭 ？Of the evil one， 是属于他们的火箭，恶者的火箭。OK， 然后最后他又独立出来一个动词 ，You take the helmet。那你可以问说，保罗为什么特别把 helmet 跟 sword 独立出来？就是因为这两个有它的独特的重要性，保护你的头，还有你的唯一的一个攻击的工具。The helmet of salvation and 平行 you take， 保罗省略了动词。他特别独立出这两个。You take the helmet of salvation and the sword of spirit。然后进一步解释这个 sword 是什么 ，which is the word of God。那这个 therefore 它到底是连接什么？你可以说它连接整个上面的整句话。
上面这整段导出来的一个最后的结论。那前面就是讲你要刚强壮胆，这是主题句哈，透过借着主还有主的力量。那接着就讲你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目的是能够站立得稳。为什么？因为你是与血肉征战，因此你要穿戴神的军装，为的是要站立得稳。所以站立得稳吧 ，OK， 那你就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这边就从前面抓这个结论。那最后的诉求就是你要站立得稳。那站立得稳就是 by， 就是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你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你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你就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所以 therefore stand firm by having girded your loins, having put on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and standing in there. Take the helmet of salvation and take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好，所以这边是主题，然后后面有一个说明，为什么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因为你要胜过这些邪恶力量，这些邪恶力量不是血肉，是这些各样的 rulers power, world forces of this darkness, spiritual forces of wickedness。然后再一次重述，因此你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目的是为了要抵御这些邪恶，站立得稳。然后最后就是你要站立得稳，因此你就是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依靠神的大能，依靠他神的上帝的全副军装。好，所以这也是最后讲到，这是 the word of God。那其实第18节也很重要啊。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翻一下第18节。第18节的开始其实是一个分词，一个 participle praying， diapases, pasuke kai deaseos, pasukamoi, impanti kairo。那这个东西就是 impanti kairo， 就是 in all time， 然后 in pneumati, in spirit。它是 through all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praying at all times。那这些其实都是依附着，这些都不是完整的句子，都是依附着上面的主要动词。也就是说，它是依附着上面的，你可以说是 stand firm 这个动词，或是 take， 就是他们这个平行的这个动词，是透过什么？是 by praying。所以你 stand firm 或 you take up the helmet 或 you take up the sword is with every prayer praying at all times。也就是说，这是修饰语，在修饰前面动词。那可能这个分词表什么？表方法。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你要怎么站立得稳？拿起救恩的头盔，或者是这个剑，神的话语的方法是 praying。这个 ESV 不错，把它，因为你看到有些译本直接把它断句，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句子 ，pray at all time。中文和本也是一样，就是感觉上你18节跟上文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18节 grammatically， 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句子，它是分词，是一个DR 是一个prepositional phrase。那这些都是不是独立存在的句子啦 ，OK， 它都是要连到上面的主要的动词。所以像这个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through all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praying at all times。那当然，这个 through all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这个分词片语到底是修饰前面的动词还是修饰后面的这个分词是一个问题。但是重点是这边没有独立的句子，你这边
像 ESV 它就把 praying at all times 把这个后面这一句拉到前面 ，praying at all times in the Spirit， 那是分词，所以是连着前面的句子。那它并不是独立存在。这 praying 就要想说，它修饰什么动词？有没有可能就是修饰 You take the helmet of salvation, you take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praying by praying at all times with prayer and supplication。这个 praying 是怎么样 pray with all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是用各样的方式、各样的代祷跟各样的祈求。所以这个表达什么？表达三代神的全副军装跟祷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说这个祷告是你穿戴神全副军装的方法，through 或是 by means of。好，所以这个也是稍微可以注意一下。就是第18节其实 grammatically， 当然你可以 interpret 它是它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很多译本都是这样处理。但是事实上 grammatically 它是连着上面的经文，这也是稍微提醒一下。好，所以今天大概就到这边，感谢各位。